爆红之后现争议，菏泽南站叫停直播。从一个人一首歌带火一座城，到被指群魔乱舞，流量的狂欢背后留下哪些冷思考？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美以发声谴责，法国表态支持。拉法地面行动面临扩大之际，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威胁能让以色列冷静下来吗？今晚正在播出。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我是金佳瑞，欢迎收看。进入关键时刻，就近期涉台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少数国家和政客的错误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严正要求有关国家和相关政客停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停止违背国际信义、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外交部今天发布了对美国国会前议员加拉格尔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决定指出，加拉格尔近年来频繁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制裁法》规定，决定冻结加拉格尔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决定自今天起施行。加拉格尔是美国共和党议员当中的对华强硬派，此前曾经担任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在其任上推动了不少恶华法案，包括 TikTok 的玻璃法案。今年3月，加拉格尔在任期结束前提前辞职。当地时间21日上午，伊朗总统莱西等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市举行。根据官方安排，伊朗将会为莱西等在各地举行5场遗体告别仪式，随后将会在23日在莱西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葬礼。此外，针对这次的坠机，当地时间20日，伊朗军方已经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目前，相关的技术人员已经抵达了事故现场。伊朗方面尚未对事故的原因作出判断。不过，伊朗国家通讯社在20日的报道当中首次提及，事故原因可能是技术故障。好，进入焦点对话。最近呢，山东菏泽南站成为了流量密码。一个主播在这个地方做直播，不仅是带火了已经停用多年的菏泽南站，甚至被称带火了整个菏泽。不过呢，就在昨天，菏泽南站发布公告，为这一波的流量按下了暂停键。公告称，鉴于今年5至7月春季高考、夏季高考、中考等等考试比较集中，并且菏泽南站附近的学校设有考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菏泽南站将不再举办各类文娱活动。那菏泽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回应媒体时表示，当地呢还成立了工作专班，用以整治乱象。我们现在关注的，您说的比较乱，包括是像咱说的难听点，可能就属于这个直播中的两风气也好，乱象也好。但它的前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很好了，有关部门也整治了。对网络直播的监管主要责任不在咱们宣传部门这儿，它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包括网信，它涉及很多部门。我们南区针对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流量为何成为了管理部门口中的乱象呢？我们先去菏泽南站现场看一看。身着奇装异服，各色人物模仿，为博流量，甚至不乏低俗节目表演。奔着菏泽这个新晋网红城市，各路主播蜂拥而至，在菏泽南站扎堆直播。建成于1984年的菏泽南站，早在20多年前就退出客运舞台。
但随着变身直播广场，这里又开始人声鼎沸，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为了抢占更好的直播位置，有的主播甚至从凌晨就开始再次排队。但拖天的流量很快引发不满。首先不买账的是附近学校和居民区，因为不仅造成交通拥堵，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不少网友也开始吐槽，称扎堆直播像摆摊卖艺一样群魔乱舞。还有网友批评，给孩子树立了虚荣与浮躁的不良价值观。本月13日，菏泽市牡丹区司法局到菏泽南站进行现场执法监督检查，对低俗直播行为进行了制止，并进行口头教育。3天后，菏泽南站竖起一个通告牌，称17日至19日停止一切文娱活动。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媒体评论员沈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同时呢也会在线参与讨论。我们先要问到马教授，马教授从泼天的流量的到来，到今天我们说到的叫停直播，菏泽南站经历的这个过程，其实整个时间呢不到1个礼拜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反差？背后暴露的是怎样的深层次的问题？从菏泽的爆火来看，毫无疑问跟当地的一位青年郭有才的直播是有关联的，包括因为他以一己之力，不光让自己成为千万粉丝的顶流，而且也会让菏泽这个城市几乎在几天之内就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网红城市。同时的话，也可以看到菏泽是当地也是非常重视，希望借助这样一次契机来推动城市的文旅等等方面的发展。你可以看到当地的相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文旅、市政、城管、公路等等，都是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网络直播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次网红来去推动当地的各方面的发展。包括你也可以看到当地的相关的电信运营商，大量的志愿者也参与到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网红，当地的相关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但是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的应对还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因为这种网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你比如因为这样一种网红被人称为群魔乱舞因为有很多的低俗、媚俗、恶俗的一些表演在上演，包括不少的这种网络直播不分昼夜的聒噪，可能会对当地的周边的居民还有学校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这样一种冲突之下，可以看到当地政府不得不暂停这样一次现象级的网络传播现象。也能反映出来我们在看到相关的网红城市的发展过程之中，一方面要认识到它可能带来的这种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预见到它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做好风险的防范。好，稍后我们再连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要问到沈斌了。沈斌，你看刚才呢，马亮也说到了，其实到后来这个网红现象已经开始无序化了，也给周边的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那我们其实看到刚才现场的画面呢，还是有些让人触目惊心的。甚至呢，有很多来到现场的这个网络主播他们是不惜长途跋涉来到这儿来现场直播，而且自己就说了，我就是为了蹭流量的。你怎么看这样现象？另外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有评论的观点，就是说这种流量至上，为了出名赚快钱，不惜任何方式，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引导。你又怎么看这样的担忧？大家用了个词叫群魔乱舞，真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刺激了。包括各种打擦边的小姐姐来了各种打把式的卖艺来了，济公来了，唐僧来了，给别人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聒噪，非常的不上台面，而且呢，让别人感觉这些表演毫无价值。但是主要就是蹭着郭有才这个流量。如果说郭有才的本身这个表演代表着一个草根的逆袭，本身它还具备一定的观赏性的话，那么底下来蹭他流量的人完全可以用一个词叫做流量拜五教。他们对流量的渴望，对于这样金钱的渴望完全没有任何的掩饰，完全就是奔着流量而去的。可以说甚至觉得大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对于金钱、对于流量的渴望。这样的赤裸裸的这样的拥抱流量，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形成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前面讲的就是丑态毕露、群魔乱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进入了下个月就要进入高考了，对于这么多网红的扎堆，这样的可以说出乖入丑，有的被称为是叫打把式卖艺、赛博乞丐，这样的对于
当地的学生这样的扎堆表演对当地的学生可能会形成一个价值观上的误导。如果我是当地的老师，估计很难去说服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努力去读书，可能还不如这样的去蹭流量换来的金钱。那么怎么去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呢？我觉得，如果这一次这个菏泽当地能够主动的去暂停，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反思的机会，并不是说所有的流量都值得吃的，并不是说流量就是唯一的密码，在流量之外还有可以说是网络的可以说是网络的高风亮节，可以说网络的清朗的状态，这些是更加重要的。好。谢谢沈先生的分析。沈先生呢，对这种蹭流量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啊。那么，让各路的网红闻风而动的，正是菏泽的烧烤摊老板郭有才。最近呢，他因为在菏泽南站翻唱了一首老歌而走红。那菏泽当地呢，还曾经是迅速行动，承接了这一波的文旅流量。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梳着油光大背头，留着一撮圈嘴胡。5月14日，现年25岁的菏泽小伙郭有才，因在菏泽南站翻唱老歌《诺言》，突然迎来流量巅峰。刚开播10分钟，他的直播间就迎来近100万网友观看，整场直播获赞超1亿次。郭有才真名郭壮，来自山东菏泽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儿时母亲车祸离世，父亲再婚，郭有才一直跟着3姨生活。早在2017年，他就开始在网络平台拍摄搞笑短视频。2022年起才开始直播唱歌。随着翻唱《诺言》走红，郭有才的社交账号粉丝数增长迅速。目前他在抖音上的粉丝已突破1000万，获赞超过600万。郭有才的爆红也使得其直播地点菏泽南站成为热门打卡地。为迎接游客，菏泽将南站门前马路和台阶修缮一新。移动、联通、电信3大运营商也派出信号车，以增强网络信号覆盖。当地还组织了多支志愿服务队，提供手机充电、道路指引等服务。5月16日，因在网络上积极推介家乡，郭有才被当地文旅局聘为菏泽文旅推荐官。郭有才的出现呢，并不是菏泽第一次遭遇到网红流量。2011年，因为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选秀，来自菏泽单县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就受到了关注。成名之后呢，各地的粉丝是涌入到了菏泽来围观大衣哥的生活，有部分的村民呢，还在自家做起了民宿的生意。2021年的时候，来自菏泽曹县的大硕以方言夸张喊麦，让曹县呢迅速火出圈，在网上是掀起了一波玩梗的热潮。不过呢，多次被引流的背后，菏泽文旅业的痛点也不容忽视。菏泽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1到2030指出，菏泽优质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相对缺乏，全市没有5A级的景区，缺乏5星级的酒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薄弱，造成了游客的诸多不便。好，我们继续请出2位。先要问到沈先生，沈先生，刚才呢你对这个网络乱象进行了批评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也有很多网友说啊，这个郭有才的突然走红让人感到不解，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就是我们从大衣哥再到大硕再到现在的郭有才，菏泽他是自带网红的基因，还是说他的出圈真的就是偶然？首先我们说郭有才的红啊，这个红的好像非常的蹊跷，而且非常的没有理由，这个我觉得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看他之前一直在做直播，包括做了一些拍的短视频都没有红，甚至就在本月的初的时候他也没有红，然后突然的天降流量，泼天富贵向他滚滚而来。那么这个是不是他努力的结果呢？有一种猜测，是不是说，可能是流量算法对他进行了倾斜，甚至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平台通过流量的加持，在造这么一位神，通过塑造了这么一个普通人，能够立马成为网红，能够动辄呼唤起1000万级的流量，动辄一次直播能够收入近100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可能是算法之下推荐出的，可能只是一个泡沫。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
它是不是就包括郭有才本身唱功，包括它本身的积淀，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流量的可以说是加持？本身是不是一种浮沫？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深思，背后有没有说算法这种推荐的这种算法可能是引发了一种误解，或者让更多的人认为不高过自己的努力，万一自己是那个中彩票的人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形成一种错误的一种或者是诱导方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说到菏泽，当地也的确出了很多的网络名人，包括之前最早的是大衣哥，包括之前是曹县宇宙中心因为喊骂而红，那么包括这一次的郭有才。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形成一个反差萌，因为菏泽当地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淳朴善良的这么一个憨厚的形象突然之间像大衣哥这样的这么一个形象朴实的外表之外，突然唱起的歌非常有专业色彩，让别人形成一种反差萌。在互联网这样的加持之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本身菏泽当地一个定位，相对来说给别人感觉是老老实实、朴素善良。突然之间有这么网红出现，形成了一个反差的萌。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带来的这些流量，真的能不能够成为它的当地的一些 GDP 的增长，能不能为当地的旅游带来这个真正的一个一个真正的流量或者真正的收益，这个值得观察。我觉得可能是流量来得快，去的也更加快，这个才是值得反思的。所以接下来马上要跟马教授讨论的就是下面要深入下去的，我们最为关心的这个话题，就是菏泽的文旅业接下来是不是就会一帆风顺呢？那刚才我们通过背景资料也了解到了，其实菏泽的文旅业它目前的状况其实面临有很多挑战的，所以呢，有分析就认为说菏泽其实它很难像其他的网红城市一样吃流量这碗饭，您是怎么看的？好，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认识，就是这样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像很多的网红城市，特别是一些老牌的网红城市，他们都有比较好的文旅发展基础无论是在交通住宿、餐饮、配套服务等等方面，其实都已经发展的比较好。当网红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得住，也能够让这种网红长红下去。所以大家对菏泽的这样一种担忧，我觉得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一个城市说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是也没有城市说完全做好准备每一个城市其实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流量的时代，它都有抓住流量、用好流量和发展流量的这种潜质和前景。我们不能说网红跟文旅之间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不能说是先有了文旅才能网红，而不能说先有网红再发展文旅，或者说这两者之间去同时发展。包括通过这样一次事件，我觉得菏泽当地以及其他所有城市都可以反思去思考，当网红来的时候，我们能做好准备，我们能接得住吗？或者说是从菏泽当地来讲，通过这样一次事件，能不能去检讨当地的文旅发展的这些薄弱的环节，补其短板，在流量来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接住流量，让流量长红起来、发展起来。因为很多的流量，就像刚才陈老师谈到的，它可能是偶然的、不期而遇的，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转瞬即逝的流量来的时候抓住它、用好它。是，稍后我们继续同两位进行连线。嘉瑞，你看，其实我们聊到这儿，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接住了泼天富贵、能够长红的城市，它一定是在城市的规划、管理，包括宣传各方面，它的硬底子是打得好的。只有这样，它才是真正的能够长红。说到底就是流量狂欢的背后，怎么样进行冷思考，并且付诸行动啊？我们看到不好意思。自今年年初以来，网红城市是不断出现，而且出圈的诱因也是多种多样，理由也是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如何将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流量经济呢？是各地都需要探索的课题。大家好，我是丽丽。他来自哪个国家？他来自柬埔寨。今年3月，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王婆火了，全国各地年轻人来这里勇敢追爱。墙头、山头、对面茶楼则挤满了黑压压的围观游客。王婆的爆火也带火了所在景区和当地旅游业。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3月26日，万岁山武侠城景区近1周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过7倍。开封旅游搜索热度近1周环比上涨94%，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4%，前往开封的火车票预订量也出现明显提升。
开封公交还特地开通万岁山王婆说媒定制直通车，方便游客从火车站直达景区。在王婆之前，田野男孩丁真也凭借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将他的家乡理塘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变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在互联网与文旅热的推动下，去年理塘县接待游客超过319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2亿元，同比增长66.7%。除了一个人带火一座城外，甘肃天水因为一碗麻辣烫吸引了无数网民。而新疆阿勒泰地区最近因为一部电视剧的热播，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据统计，自5月7日以来，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4万人，旅游综合收入破4亿元。继续要对话的是马亮教授。您看，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样让这个流量来得快，而不是去得快啊。那爆火网红的确是可以给文旅带来热度，但是不一定能够带来长红。那么在您看来，网红加地方文旅这条路，它是有一个正解的方程式吗？同时还想请问您啊，各地如何把握一种转瞬即逝的流动的量变为长效赋能的留得住的量，在您心里有答案吗？我觉得在网红城市的打造方面，要看到它分为我们讲的前网红、网红和后网红时代这3个阶段，它都需要不同的发展策略。在没有红的时候，每个城市都要考虑怎么打好基础、练好内功，为可能到来的网红做好准备，不能说是等不及。然后在真正的网红的时候，可能是红极一时，这个时候要能够稳定持续的服务配套，能够接得住这样一种流量，做好持续的这种推进啊。当流量可能逝去的时候，能够比较常态化的推进啊，持续实现我们讲的常态和网红之间的自由的切换，而不是说因为流量逝去而受不了。包括在这个网红方面，其实它的红也是不同的。我们讲的网红，首先是正红，是正能量的红，是正向的引导，而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低俗媚俗。同时的话，网红也是善红，是向善的红。你可以看到网红的直播和线下的居民和周围的环境应该是和谐相处的，能够遵守相关的社会秩序，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网红也是需要长红的，不是我们讲的昙花一现，而是要持续不断的长盛不衰。除了是单点的深入以外，还要多点的开花，实现从1点红到1片红。同时我觉得网红还要实红，就是不是虚无缥缈的网红，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网红，能够把线上的注意力转化成线下的消费力，为城市带来实实在在的面貌的改变和增长的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样几个方面的话，我相信我们在打造网红城市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所期待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主持人，好的，谢谢马亮教授，谢谢做客今天的节目。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美国、以色列发声谴责，法国表态支持。拉法地面行动面临扩大之际，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威胁能够让以色列冷静下来吗？好，我们进入全球眼。全球通缉离内塔尼亚胡可能是越来越近了。当地时间20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2名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以及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等在内的3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申请逮捕令的是检察官卡里姆汗，他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涉及的罪行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下犯下的，其中就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以及虐待、蓄意攻击和杀害平民等。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collected and examined by my office, tha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nd Minister of Defense Yoav Gallant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crimes commit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from at least the 8th of October 2023. 不过，这一系列逮捕令能否最终落地，还要看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们的最终决定。分析就指出，一旦逮捕令签发，或将对内塔尼亚胡的出访乃至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带来实际影响。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可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以上4种罪行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法院就可行使管辖权。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有124名成员国，但以色列、美国等没有加入其中。2015年，国际刑事法院认可了巴勒斯坦成员国的身份，因此有权对巴以冲突中的事件展开调查。这次申请逮捕令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2021年，他就启动了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调查。去年10月，卡里姆·汉访问埃及时宣布，本轮巴以冲突也将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一部分。随着申请发出，是否对内塔尼亚胡等签发逮捕令，将由来自罗马尼亚、墨西哥、贝宁的3名法官组成的法庭作出决定。路透社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是否签发逮捕令的决定没有最后期限。但在过往的案件中，法官的审理时间一般从1个多月到几个月不等。一旦逮捕令发出，内塔尼亚胡等进入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就将面临被逮捕的风险，而此举也将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造成打击。昨天，内塔尼亚胡愤怒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是荒谬的，是在针对整个以色列。But Mr. Khan's abuse of this authority will turn the ICC into nothing more than a farce. He's doing something else. He is callously pouring gasoline on the fires of anti-Semitism that are raging across the world. 这些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欢迎张老师。我们讲到这个逮捕令，我们分3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它现在发出来了，到它最终落地还要经历哪些程序；第二个是它最终执行的时候，根据这个罗马规约，那么相关的缔约方它是强制执行，还是有义务执行，还是怎么一个执行方式？那么逮捕令最终的落地，一旦落地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或者说哈马斯的领导人究竟带来哪些实质的影响？好的，我想呢，这个逮捕令的这个发出以后啊，那么到它真的落地呢，其实还会面临很多的阻力，特别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逮捕令发出之后哈，现在呢，就是它到这个落地中间的重要环节，就是要看3位法官怎么去判定了。而呢，这个事情的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个3个法官他的这个判定呢，并没有一个说是最后的期限要求，并没有说你必须在1个月、2个月之内就给出一个答复。它是可能遥遥无期的。对，所以呢，现在美国的策略就是我拼命的去施压表态，那么就给这3个法官呢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呢会在暂时呢采用一种拖延的战术。那么假如说这个逮捕令真的要是说落实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理论上是吧，这个缔约方并不是说你是一个缔约国就必须好像是要不让这个比如说要逮捕这个内塔尼亚胡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种风险。而且呢更麻烦的是说，如果他下了这个逮捕令的话，那内塔尼亚胡如果他非要去跑到缔约国，那也会给那些国家带来很多的麻烦。对，那么那些国家到底是逮捕他还是不逮捕呢？如果说不逮捕的话，那是不是又会给舆论上一些解读，说好像他们真到一起去了？所以呢，对于他自己，对于缔约国来说，如果真有这个逮捕令的话，那么他最好呢还是对自己的这个人身的这个行动有一些这个限制。但是实际上这个逮捕令对于内塔尼亚胡更关键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是对他的这种战争叙事的一种改变。因为一直以来呢，他现在他对他的这个战争他的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以色列是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受害者，然后现在以军做的事情是一种自卫。那么现在问题是，如果说国际刑事法庭已经把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和内塔尼亚胡给相提并论，做一个这样的定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接下来他很难给继续战争呢去找一个这个借口了。所以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之前是力求美国阻止这个逮捕令的发生我们稍后继续对话。那么就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决定呢，国际社会反应不一，美国反对，德国质疑，法国支持。那么欧洲国家和美国对此存在着明显的分歧。Let me be clear. We reject the ICC's application for arrest warrants against Israeli leaders.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先后发布声明，用令人愤慨评价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并否认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威胁称，国会正在考虑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和美国都没有管辖权利。与美国持同样立场的还有英国和捷克等国。德国则对国际刑事法院同时对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申请逮捕令表示了质疑，认为此举会造成两者是对等的错误印象。
而法国、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都对国际刑事法院表达了支持。法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法方数月来一直在警告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加沙地带。那么，国际社会为此激辩的同时以色列国内，尤其是战时内阁的内部却因为逮捕令问题而出现了近期难得的团结一致，这也让此前饱受质疑和批评的内塔尼亚胡似乎在危机中看到了一丝转机。就在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逮捕令的同一天，来自以色列各地的数千人聚集在议会大楼外，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要求提前选举。First of all, to bring home safely all the hostages from Gaza. And the second, not less important, it's to remove this bloody government. 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战时内阁成员甘茨近日也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严厉警告，要求政府在6月8日前完成加沙战后治理方案的制定，否则他将退出内阁。אבל אם תבחר ללכת בדרכם של קנאים ותוביל את האומה כולה אל תהום, נאלץ לפרוש מהממשלה. 然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逮捕令的消息被曝光后，甘茨在声明中一改往常态度，选择与内塔尼亚胡站在一起。内塔尼亚胡的另一名主要政治对手中左翼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同样发声谴责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而在此之前，拉皮德也一直在呼吁内塔尼亚胡同意举行新的大选。内塔尼亚胡的前竞选策略师纳达夫·施特劳赫勒对此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声明只会迫使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派政客和批评者团结起来，为内塔尼亚胡辩护，进而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我们要继续对话张主任我们刚才短片当中已经看到了，德国呢是质疑他这种规则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你怎么把哈马斯和这个内塔尼亚胡等同在一块儿？但法国就是明确的反对这种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的态度的立场的不一样，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态度和反差？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欧洲各方，包括美国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巴以冲突以来呢，这个美西方在这个事件上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利益。那么就跟俄乌冲突不一样的是，好像美西方是高度的一致，说是要去这个支持乌克兰了。但是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其实并不一样那么当然，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不同，你比如说像德国呀、英国呀，曾经跟这个以色列建国等等这些事情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考虑到他们本国的这个犹太人集团以及本国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自己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更加的希望把主要的这个精力呢用于放在俄乌冲突上，而不是放在这个巴以冲突上。但是呢，因为这个巴以冲突，以色列呢是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呢，美国呢就逼迫他们说让他们呢更多的向以色列去提供援助。那么现在逮捕令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说现在国际的这个刑事法庭已经下了一个逮捕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本来就不太在这个它的这个情绪上并不是非常支持以色列，加上他又不是很想管这个事情，那么他正好可以拿一个借口说，你看，所以我就不愿意再继续给他们援助了。所以美国现在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也很担心他的这个美西方的这个联盟体系没有能够集体行动，所以他现在呢也是在拼命的去表态说以色列是我的核心利益。而且他是找到了法理的依据我们再从这个以色列国内来看，其实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之前面临的国内的施压力是非常多的，而且是濒临一种下台或者说提前大选的局面。但是突然逮捕令来了，确实松了一口气，包括一直反对他的甘茨也站到了他的阵营当中，这是否代表他在国内的政治危机稍微缓和过去了呢？是这样，就是这个逮捕令的这个下达之后，或者说这个提出这个逮捕令的申请之后，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呢，应该是双面的。就是一方面，当然他会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但是问题是，其实他面临国际压力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那么内塔尼亚胡他自己呢，会认为说，我如果要是一门心思的目标明确，就是能够继续的去推动加沙战场的这个形势，如果说能够实现加沙地带的一个非军事化的话，那最后至少是我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
论可能会有一个反转，这是他追求的一个目的了。那么现在这个逮捕令下达之后呢，他现在试图是利用这个事件，去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他去把这个话语进行一个改变，说其实你看国际刑事法庭针对的不是我，而是以色列。那么他一方面呢，他去拉拢，本来他跟加兰特还有一些矛盾的，但是现在其实加兰特也是面临着这个压力嘛，所以他又说好像我们是站在一个战壕里面去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看刚才如您所说，现在这个倒戈运动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悖论，就是很多时候当这个越是面临国际孤立的时候，他反而可能更加会为他的这种战争叙事进行一种动员。所以你看他现在不断的在说，现在你看以色列好像又是面临一种所谓的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所以呢他在利用这个来凝聚这个国内的反战的情绪。但是我想小雪包括张主任，这一点我觉得正在恶化的拉法局势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是。那么接下来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内塔尼亚胡等等受到了逮捕令的威胁，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放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步伐。当地时间20号，到访以色列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特拉维夫同以防长加兰特等人举行会谈。会谈后，加兰特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色列将扩大在拉法的地面行动，最终瓦解哈马斯并解救全部人质。除了计划扩大拉法战事，以色列军队连日来还持续轰炸加沙北部和南部地区。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0日，以军轰炸了杰巴利耶、拜特拉西耶、加沙城以及拉法等多个地区，造成至少28人死亡。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张主任，你看这个拉法的地面进攻被认为是以军在加沙地带最后的行动。目前来看，对加沙各个地区的这个轰炸以及所谓的清剿还是没有停息。那以色列所谓的消灭哈马斯，真的能够实现吗？这又会不会成为前面你提到以色列找到了一个军队长期驻留加沙的借口？那么好的，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拉法的问题上哈，就是说以色列一直说他要消灭哈马斯，但是实际上他也很清楚，哈马斯你不可能把它一个一个说是去摘出来，而且现在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哈马斯的有生力量还有大量的是存在着的。那么所以以色列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现在谋求的呢，并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哈马斯都消灭掉，而是我希望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加沙地带的，特别是这个拉法地带的，那么哈马斯的这些军事设施呢，给彻底的摧毁，这样呢去消除他们未来对以色列再去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由此来实现他所谓的这个加沙的这个非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他现在呢也是在为了这个事情做很多的这种战争的动员和准备，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他最近就是这个沙利文在访问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其实美国跟以色列也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政治协调，那么包括就是说怎么去下一步去进攻的问题，以及呢美国也是在极力的说他要去促成这个沙特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和解，由此呢来这个减少如果接下来去升级军事行动可能面临的地区层面的压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2天不是这个伊朗还发生了一个总统的坠机事件嘛，所以以色列他可能会有一个判断，就是他会认为说，那么接下来伊朗这边呢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这个维持国内的稳定，而可能会减少外交的投入，那么他会说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机会，所以以色列可能会加大这个军事的这个动员的行动。好，谢谢张楚楚带来的分析，有关巴以局势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晚安。